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上一期呢，我们讨论了灵魂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讨论关于灵魂与现实。这个听起来挺理性的哈。对，我们通常会讲到人生的全部，无非都是建立在这个肉体之上。小时候我也这样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无论有没有灵魂，如果这个肉体死了灭了，灵魂呢就像那个灯泡没有了电，或者灯泡坏了之后光也就没有了。我这么看是很科学的理解这个事情。那又根据这么多年的修行和接触呢，觉得灵魂的存在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就这个肉体就是毁灭了埋到土里了，或变成灰，或者直接火化了，好像灵魂还是在的。它灵魂呢就可以依赖于一个肉体，一个生命的存在，它也可以不借助任何的生命体而单独的存在着，就是灵魂本身就可以独立存在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这个现象吧，灵魂存在的现象，就是它可以不依附于任何东西。就在这个修行和教学当中呢，事实上是几乎每天都会面临到和大家接触之中，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遇到与肉体疾病与这个前世今生还有一个灵魂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有很多涉及到就是说他自己前世的他做了什么，他这个灵魂做了什么，他是谁。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灵魂和每个人相关的就是你的这个祖先祖辈，比如说你父母的父母，以此类推下去，其实他们都是一种灵魂状态的存在着，而且彼此产生了感应。觉得有问题？对，师父说到这个灵魂存在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想起来看过的一个新闻的报道。是台湾的一个灵异事件。我给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下。好的好的。话说是在1998年的3月1号有这么一家人10几口人他们呢就是到山林里边去徒步旅行一家人欢欢乐乐的。90年代那个时候都用那个家庭的录像机嘛都喜欢把这些录制下来。对，那他们这一行人呢玩得非常的开心回家之后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当天的那个同行者里面呢，有一个姐夫本来是身强力壮的，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得了暴病，而且呢医治无效，结果很快呢还就不幸身亡了你说这一家人觉得莫名其妙。对，那也要给他办丧事也要缅怀他的生平所以家族的人就拿出来3月1号的那个徒步旅行的那个录像带就说哎呀，我们前些天我们还一起玩呢我们回顾一下看一看。哟，这一看可不得了，结果就发现灵异事件了。录像带中的那个姐夫本来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嘛，结果那个里边长的就好像长出一个獠牙出来这个异象就出来了。对，然后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他们不是一家人在那山林里边走吗？10几个人一大溜结果最后呢后面跟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个儿不高。对，但是呢你看着她身穿童装，可是那个面容又很苍老，又很枯萎，就像个老太婆似的那录像带中就看着，其实他跟着这一家族人走了挺远的呢。是不是他也是个游客之一呀？但是当时这一家人谁都没有发现他，就根本没看到。当时是不存在的，他只存在于这个录像当中。你说灵异吧？这个录影带之后播放的时候有这么个人。对，
对，所以但是当时现实他们旅游的时候没有见过这个人，谁都没看过，哎呦对，那怪吓人的。吓人呀！所以这一家人就把这个录像带就给到电视台哈，播放出来之后，哇，就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有意思的是呢，很多人就来报道说，我也看过这个红衣小孩儿，他说我也看见过，而且这些人讲的这些故事呢，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们看到过这个红衣女孩之后啊，都不那么顺利，不那么吉祥。不好。对，有的人就是运势转差，有的人就身体出现问题，各种这种不顺利、不吉祥的事情就出现了。这像见到鬼一样啊！哎，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好像那种阴面的能量啊，阴性的能量，对。然后尤其呢是一个新竹来的一个老人家，80岁的一个老人家，老太太了。她呢也说，就她也是在这个山林中哈，也是去游玩。你说80岁老太太也走得比较慢嘛，也不会那么有力气，然后中途也需要找洗手间呢，这样子方便一下哈，都很正常。哎，结果她就在一处洗手间里边哈，上完洗手间，这个人就失踪了。他的家人朋友就再也没有找到他，就报案呢，就整个就动用了警方，在这个山林里边就找人呐，去搜寻他。对对对，找了5天5夜呀。哎呦，好在是找到了，找到是跟他这个上的这个洗手间呢3公里的地方，在一个溪流旁边找到了这位老人家。对，然后问他就说：“阿嬷，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呀？”他也不明白，他说：“我不知道呀。”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一个老太太跋山涉水的，虽然3公里不是那么远，但是它中间还要过河，还要过山林，那路也不好走。老太太说怎么走过去的呢？然后她说我也不知道呀。当时我记得就是一个打着红伞的、穿着红衣服的小孩牵着我的手就走，对，然后走到这个小河边，还让我捧着水，还喝点水，好像之后我就没有意识了。对，这肯定奇特的。对，那我知道哈，80岁的通常80岁老太太哈，就是走平道走平道都容易摔跤。就是呀。你这个在山里头，几乎没有人烟的一个山里头，荒山里头失踪了，还一下走出3公里去。对，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对，那在台湾呢，他们民间就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红衣女孩呢就叫山妹。叫山妹是个古老传统的叫法，就好像我们说的山里的一个小鬼吧，是不是？它不属于鬼，它属于山妖。妖魔鬼怪的妖，就是师父说的那种灵魂，那种灵异的哈，对，很灵异的，一种灵体，对对。那后来就是说回到前头那一家人姐夫去世的那一家人，他不是有那个录像带吗？那法师也指导他们说，你们家也别留这个录像带了，因为上头有这个山妖的这个形象哈，可能也不好。对，你就把这录像带送到庙里去吧。这样可能一家人才能太平。你说这个就是台湾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师父，所以你这个灵魂真的随处可见呢。对，而且这个不是一般灵魂。对对对，而且他还跟人不同的人还确实产生这个互动。对，关键第一个互动老头死了。对了。把那个姐夫嘛。姐夫走了。姐夫应该死亡和他有关系。我们都认为有关系，对。但是给这个80岁老奶奶给弄那么老远的干嘛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哈。对呀。就是这个山妖也叫山妹哈。山妹在过去中国有个《山海经》当中会有记载的。哎，师父，那《山海经》中记载，我记得都是长得真的是妖魔鬼怪的形象，对，不是红衣小女孩的形象呀。它各种各样都有。会变。但是呢，这个就是指山妹这一种妖哈，山妹这种妖呢，它是一种真实与虚幻这个共存的一种生命。比如说，据传说呢，他们有时候它真存在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或者一个猴子存在。
他通常个子不高，1.23米左右。而且力气呢非常大。他们之间叽里咕噜说话，我们谁都听不懂。他们还会说话？他不是人话。他会发出滋滋滋叫的这个声音。那他们也比较嗜血嗜杀。据说呢，就是说这种山魅这个东西哈，他如果有一个就是得病或者受伤了要死的话，他们很奇怪哈，他们这一个群体呢，就会把这个山魅，就是好像分食一样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割了这块肉吃哈，但是其实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把它这个能量给吸食掉了。是这样，但是他也是受了伤也会流血。这样的。那么很奇特的，但有时候就像有一种障眼法，就是它突然消失了，你看不见了。就好比有一个隐身的一个装置，是吧？身上按了个按钮之后，你就看不见它。对。它再一拍拿了，又能让你看到。对。魅嘛哈，就是鬼魅魍魉。魅惑。对，它就是一种幻术。超越人类这个固有形体的这种状态。师父，那个姐夫他暴病身亡，是不是那个山魅就吸收了他的精气能量？我们只能猜嘛。是有可能。是。师父啊，那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老太太呀，她怎么就是能够被这个山魅带到那个河的对岸呢？她山魅呢，就是有很多她特有的这种个性，就是生命特点。他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喜欢捉弄人。比如他有时候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动物，来引诱了你之后呢，你和他产生了互动，对于他来说就是玩耍，对于你来说就是受惊吓。但是说这种就是游戏型的部分，他这个游戏呢，通常是不伤害你的。就逗你玩儿。对。但是他看到某些人的时候，就他可能伤害你或者把你吃了，就把你的精气神给吸掉。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老太太呢，这个她是觉得不该吃的一个人。其实在逗他玩儿。还好。领到了一个保证平常人绝对去不到的一个美好的风景和一个小溪的地方。所以这个警察的搜山队搜了5天5夜没搜到。对。是这么一个非常人迹罕至的这么一个角落。对，就是老太太自个儿根本去不了。对，老太太其实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不清醒的跟着他走。被控制的。对，而且他带他走的时候也等于帮助他走了。你想嘛，那都是那个大山里头呀，山路，而且里头甚至是没有路的路。对。他带他能走那么老远的话，这个就是其实他带着他去的。做了辅助。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逗人类去在那着急来找着老太太。当然也许还有一种因缘的关系说这个山魅和这个老太太之间，他们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前有什么样的关联，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是属于带他游戏的意思。对。了解。那师父，我还有个问题像这种妖怪啊、邪气啊，它通常就是会出没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要预防这样。对，要有备无患呢。撞到这些邪气。如果用综合邪气角度来说的话呢，就包含了妖邪气甚至鬼等等，这些就是人类平常看不到的这个生命体。但是呢，如果说有时候碰到了之后，就有可能你会受伤，有的是叫身体受伤，有的是精神受伤。比如说你有一天进了一个不干净的屋子之后呢，看到一些黑影或者没看到，但也可能那一天之后你就受伤了。就没法读书，也没法睡觉。是的。精神失常。对，就是挺麻烦的。对，师父说的这种屋子，就是以前我们也跟网友也分享过，就有一些老的宾馆老的古堡就这种的一些房间是。还是挺可怕的。对。这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呢。
像香可问的这个问题啊，通常在什么地方容易有这种东西哈？嗯，最直白来说，比如说这个坟地对，啊，它就是埋死人的地专方，门是鬼出没的，对，它是鬼在的地方，是吧？对？哎，所以如果你偶尔什么原因你路过，或者是觉得去送殡葬之类的哈，对，哎，出席这个葬礼的话，嗯到了这个墓园，如果赶上你身体非常弱，嗯，身体非常弱，就可能容易出问题。哦，那么还有一些像殡仪馆，对对对，还有医院，嗯，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但是有些救不过来呢，那就死呗。是的呀，对啊，还有就是病死啊、老死啊、撞死啊，有很多到最后断气是在医院嗯啊。对，那医院呢就会有这个专门处理这个后事的这么一个科室哈。嗯，最后到医院的太平间。对，对，像有一些存放尸体的地方，就像一个超级冰柜，啊，有一个通常是不锈钢做的，把这个人大体放进去、推进去，它会有一个保鲜的度的地方，是，就是冷柜嘛哈。嗯对，这样的话这个尸体不容易腐坏。嗯，对，但是呢，你经常在这里出入的人呢，也容易出问题，因为毕竟是刚死的人哈，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是，还有呢，监狱。哦，冤死的、横死的，嗯在里头被惩罚致死的，那有很多人抓进监狱，他本身是冤枉的。对，那还有呢，就小偷小摸偷了点小东西，结果进去给打死了，啊，是，因为都是犯人嘛。对哎，犯人被关进去，心里都是一肚子火对，啊，见谁都想揍谁。本来他们也是喜欢打架的话，所以的话，有很多人可能是因此，受伤到死亡。对，所以就是一些孤魂野鬼。再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精神病院。哦，哎，精神病院它精神病的本身我们笼统归为一个精神病，但是里头有的就是邪灵附体。是，对，那也有的可能是先天智商不全的，也可能给弄进去了。所以林林总总什么样的都有，反正有很多人是被折磨致死。或者是说，这个他本身这个身体本身就带有灵异的问题，精神病院。对，再一个就是凶宅，就是死过人的房屋，不是，哦，凶杀的，横死的，横死的，应该叫 OK 横死的。啊，死亡不一定都是凶杀，对，不是自然的比死亡的，如说人老化了，在他自己家里死了，这个通常不叫凶宅。对对对，比如说你在这喝药了，死了，跳楼了死了，上吊的死了，对或者被人给打死了，这些就是非正常死亡的，都是凶宅。那因为这个凶宅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是有灵魂出没嘛，对他们没走，对等于没解决，容易出问题。嗯，还有一些不知供什么东西的地方，那个破庙，哦，没有正式的管理人，没有正式的这个出家人来管理哈，对，那也没有香火了，那这样的地方也容易出事儿。还有呢哈，还有，我听到好几个在国外不同的地方哈，不同的知名大学，通常这个学校呢，它已经超过了100年以上的，就是这个学校学生宿舍哈，也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也是有老鬼在那儿，是因为青春期这个年轻人哈，对，他没有人生的那么多的经验，他容易受到很多刺激，比如说一个是这个读书成绩的问题，也被老师给狠骂一顿，被同学欺负，再一个恋爱失恋，是恋爱失恋，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很刺激人的，因为年轻嘛，没有人生经验，所以寻了短见，是，也因此这个像知名大学的一些学生宿舍这个挺可怕，是。师傅，我还听说，就是他们说河边就是靠近水那边，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水鬼，对，对，就是据说呢，比如说到夏天，每个地方都很热，对不对？嗯，那过去呢，
不管过去有没有空调的时候，如果遇到水呢，儿童呢就想去下去泡泡水。对其实如果成年人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会进去泡水，对，凉爽嘛。凉爽啊，就是为了凉爽嘛。所以其实进去泡泡水、洗个澡，身体清凉一下。比如你今天你走路逛街，5个小时，天挺热的话，你回到家就是燥热的。如果你家里能洗澡的话，通常先洗个澡，对对对，清爽一下。是的。对，所以你家附近有一条大河，到大夏天那么热哈，就是干农活啊什么之类的，那之后泡到水里头洗个澡很正常。但是呢，有各种原因造成的呢，就造成一些青少年就在里面溺水而亡。是，很容易。所以住在有这个河边的这个村庄哈，时常就有孩子被淹死在里头。对。所以这种地方就有个传说，就是叫找替身。怎么找替身呢？比如说有个小孩啊，去年给淹死了，淹死在这个河里了。其实旁边就是他的村庄。那据说他心里啊耿耿于怀，他很赌气，他不想死，说这个本来就不该死的啊，结果在这儿给我淹死了。但是在这个鬼界呢、阴界呢，就会有个说法，说不是你想不想死的问题，是你走到这儿了，这个地方每年要死一个小孩，那你呢，也就是被另外一个去年的死的这个小孩呢，这个鬼魂给抓下来的，所以你到了这个水里就被他给淹死了。他们这叫替死鬼。对，那之前那个灵魂呢，就可以超脱啦，是在转世啊之类的，就不用在河里泡着了，就不用在河那蹲守了。那么他这个对这种死的小孩呢，是不服的，不服的，也不希望经过阎王爷的判决，他就不服，他就在这等着，他再抓一个，甚至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活的。对，他有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说话你们听不见，是，他就很生气，把你抓下来吧，淹死你之后咱们一块玩。他可能不认为那是死亡，我把你进入和我们同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一起玩了吧。也有这样。所以呢，在河边住的人呢，也有这个凶险找的替身。师傅说到这儿，这个水鬼这个抓替身哈，我听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出车祸的那个地方，好像也要抓替身，所以就容易不断的出车祸。对，通常出车祸的地方，还有一个分析哈，他有些出车祸就容易出车祸是个必然，比如说这是一个村庄，村庄前后往左往右都是5公里的这个很笔直的又宽的大路，所以跑在这个路上的汽车呢，车速是很高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正好这里有个村庄在这里，那农村的人就想着靠近公路，如果修个餐馆的话，对，这些司机过来吃点东西，对，我就可以做生意赚钱。是的。但是过马路的，尤其是小孩子呢，就不懂得就是交通的知识，是吧？那个小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他就会不讲什么交通规则，他想过马路的时候，他就往那边跑。那通常有很多那个车跑得又快，对不对？对，刹不不住。也没有很多那种交通啊，出来那一道岗子之类的，是交通灯啊，都没有，很多地方，或者有的话，司机也不在乎，就使劲开，很快的速度，所以总是，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容易出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地区。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这个地理结构造成的，汽车并没有降下速度来，所以呢，其实本身也就容易出交通事故。但是呢，经过我们调查研究的呢，就是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地方容易出交通事故，但是出交通事故的地方有一些也是阴魂不散，他觉得自己是冤枉的，没超生，这是我的村庄，我就是不离开，我就是不走。但是在阴界呢就有规矩，那你要想
获得你的生命的自由，轮回到一个什么好人家转世，那你得把下一个替身给抓来。所以在这个容易出交通事故的地区也有这个事儿。好的好的。哇，这很多地方我们去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啊。对，刚才师父说到其中一个就是容易中邪的地方就是医院嘛。对。然后我们有一位旧金山的网友就有同样的经历，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是哦。给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下。这位网友叫妹，他说：师父好，我来自旧金山，今天我想分享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去年4月，我的姐夫在家不小心滑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当场昏迷。紧急送医后，医生宣布他已经脑死亡，通知家属前往医院，决定是否放弃治疗。受到如此突然的巨大打击，我姐姐的精神状态整个崩溃了。她拜托我作为代表，陪同其他家人一起处理这件事。当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听着主治医生沉重的说明情况时，突然间我就感觉到有一阵寒冷的阴风直直吹进了我的身体，那种寒冷深入骨髓，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大大的寒战。但当时候呢，我就没有多想，以为这只是医院空调太冷了。那天呢，我们就做了人生中最艰难最无奈的抉择，然后离开了医院。刚从医院出来呢，我和侄女就开车在回家的路上，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旁边的车道的一辆大卡车突然间快速的变道，我只来得及听见嘣的一声巨响，感到我的车在疯狂的打转，我被快速旋转的车身重重摔到了车门框上，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恢复意识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看见消防车、救护车和拖车都来了。医护人员呢，把我推进救护车，而我也被撞得鼻青脸肿，连鼻子都撞歪了。刚从医院出来，转眼自己就进了医院。我以为自己已经够不幸了，但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从那天以后，每天晚上当我一躺下来睡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6、7个男男女女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一个个把脸凑到我眼前，直直地盯着我看，每个人的脸都异常的清晰，好像不会眨眼似的，表情阴森，十分吓人。有时候他们还会低声念叨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起初呢，我以为是往生的亲人来看我，但仔细辨认后，我就发现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这样盯着我看呢？而更奇怪的是，每天睡觉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有人在我的背上捏掐我的肉，还有人用硬硬的棍子戳我的后背，让我疼痛难忍。因此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呢都必须吃止痛药才能勉强休息。这些像鬼一样的生命体每天晚上都来纠缠我，整整4个月，我只要一闭眼睛呢，他们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到处求医问药，看了无数的医生，还有做了物理治疗，但他们都查不出我身体有什么具体的问题。4个月以来，我每天几乎无法入睡，身体疼痛不已，被折腾得不成人样。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有一位朋友介绍我来菩提禅修旧金山禅堂。禅堂的老师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个能量加持，并建议我要迎请辟邪天珠和大黑天吉祥卡。当加持的时候，我腹内好像有气一样的东西一直往上冲，后来哇的一下就都吐了出来。呕吐完之后，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好舒服啊！从那天后，我就把大黑天吉祥卡放在我的床头，每天晚上佩戴着天珠入睡。我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那些每天晚上必须要到的那些男男女女就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人也变得更有精神。回望这段经历，从最初中邪时绝望无助，4个月来苦苦没有出路，
到加持和护佑法物，让我全身心完全康复。我深深感恩命运，让我遇到了菩提禅修，帮我摆脱了邪灵纠缠。哇，这个真是挺吓人的哈！本来就是家里的一件悲剧来的，他去医院，结果呢，他以为是空调，其实就是一股阴风，他都打个大的寒战嘛。其实那一下可能就是邪气上体，是不是师父？对对，邪气上身了。邪气上身。所以当天他们回家的时候，就马上就遇到车祸了。对对对，他说从医院刚出来就遇到车祸，又给送回到医院去了。好在还性命无忧哈，还好。还以为保住一条命呢，往下一听，我的天，更吓人，5、6个鬼跟着他从医院回家了，而且天天来找他，天天4个月，这谁受得了啊？这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他把师姐吓死了。对，那种情况，师父前面也讲过嘛，一般都是学习也学不了，工作也做不了，但是这整个的精神状态就完蛋了。对，这人就废了，就废了。而且他还有一些肉体的感觉，就是说他每天还得吃止痛药，因为这些鬼啊，就是这些灵异，对。这东西会掐他、戳他，就是那么痛，还好像拿棍子来弄他。是，这些鬼真是所以我们这次讲的是这个灵魂与现实哈，它真的跟这个人类的世界有这种互动哎，我天，真它让你的肉体上有作用感哈。对，师父有个问题，就是这些鬼跟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呀？就是跟他回去的这些6个男男女女的。我不知道那个到底这是他和之间什么关系啊？对，有些邪气呢，如果算是鬼的话哈，因为在医院嘛，我只能先初步的说呢，按照人的判断，就是他就是碰巧了。也有碰巧的因素，这有鬼碰巧的因素了。对，碰巧的因素其实有时候光想着表达点什么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说，那就掐他。其实也在吓唬他，惩罚他。是。比如说他去了之后，在医院，他的存在对这个鬼是形成了冲撞。就像爱打架的那个过去的村庄，你过来之后撞了我一下，那我就骂你，我踢你2脚。就是鬼不高兴了，你惹着我了。那么第二种呢，从佛家的理解呢，就有可能说之前，这个鬼哈，与他今世或者前世之间有冲撞的关系。今世就在这儿又碰到你了，碰到你之后，我就要债，对，就折磨一下你。也就是说，这些鬼有可能是这个妹她前世的这个冤亲债主。有可能。但是刚好就是在医院的时候，这个契机下就，对，这个让我听了有点怕。这以后这别去医院，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是吧？就是有时候如果说没办法，得去这些场所，比方说医院啊，比方说这个墓地啊、殡葬的，对。就是我们能有什么方法能够护佑自己吗？这个我知道。这个就像你看，像今天我们佩戴的这样的天珠啊，它就有非常好的护佑的作用，它辟邪挡煞。对。然后呢，还有像师父以前给我们讲过这种金刚杵啊，这个都要包包里随身携带的。还有开车的人呢，车上一定要有车挂或者是加上我们的经书，对。法门经典就这样哈，真的是出行的时候都要护身。对，确实，这位妹师姐呢，就是她在带上天珠和她有那个大黑天吉祥卡之后，她就没再看见那些男男女女的鬼了。对，让自己被就是有个吉祥的能量保护着。是，就是能够辟邪的东西也是挺多的。就是从佛教来说的话。像从金刚杵，到一些师父加持过的念珠，天珠也要经过加持才可以，包括师父加持的一些特别的东西都可以。就是哪怕是一张纸，画了一些符或者写了几个字，它也可能有这个作用。对。师父送你个帽子，你可能戴在身上或挂在家里，
也有这个作用。嗯，对，它多种东西，只要有加持的这种特殊的吉祥能量，就会有保护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个加持。对对对。对。那再之后就是这个加持物的，它本身的特点。对对对。啊，你比如说这是个护法神。也说大黑天呐，对，黄财神呐，对，甚至是过去还是佩戴关公啊，对，对，还有佛菩萨的这个佛牌呀，对，带观音菩萨的那个一个玉牌哈，都会起作用。对，对对对，师父，那就是这位师姐啊，她好像邪气比较重嘛，有五六个鬼跟着她，那她是不是得带像5个天珠之类的，就多带几个是吧？5个辟邪东西。事实上来说的话，她这个鬼还不厉害，她随便带了一点就避开了。有一些的话，你可能要带更宝贵的一些辟邪的宝物。就是能量更强的。对，更强或数量更多，才可能抵抗得了。真的。但是从佛教来说，可能遇到的这个鬼呢，第一个它能量也不是太强。第二个呢，它和你的仇恨感，也就是业力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呢，它带了一点东西，也就把它避开了。但事实上，我们在帮人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说把这些辟邪宝物挂满全身，那一样来找他。那有的时候业力太大了。业力太大了。比如说你的杀业，什么你们家开了个杀猪场，一杀就是20年，那每天的上万口猪就杀了，等等的，说那这个杀业太重。对对。所以你带这些东西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你的罪业。你的罪业光靠这个。所谓产生了一点点，就是像金钟罩一样哈，你打吧，我不怕打，对，但其实如果说杀人来说，弄死你的方法还无数种呢。对，了解了解，对，所以这样讲的话，还是我们多一点带这些吉祥的法物还是好的，而且呢，就是一定要请这个觉悟的师父来给加持这样能量才最强。对，还或者说是换了样的带。对，有时候一种就有点像药一样哈。对。说遇上个毒虫，比如说耐药性的。对啊，你用这 A 药物 A，抹的时候不管用，再找 B 抹一下，B 不行再找 C 抹一下，对对对。多种样的这个防患药，才可能治了这个毒虫。是这样。也是一个道理。对，感恩师父。对，所以有不同的。像《西游记》那个故事当中也是这样哈，比如遇上一个老妖怪，这悟空怎么打他都不死，总把他师傅给抓走，对，是吧？所以说干脆找另外一个杨大哥帮忙，就杨大哥也是被打伤了回来了，打不过，找牛大哥帮忙，说牛大哥也不行，刀都被人抢走了，是吧？那也许找了一尊看似名不见经传的菩萨就把它解决了。就是他又用了什么生命的生克之间的关系，对吧？他这个东西就是克这个东西。比如说羽毛类的动物，就会克虫子类。所以遇上一种像下蛊啊、蛊惑，蛊惑主要用毒虫嘛。那通常用羽毛类的打公鸡，像中国人通常画公鸡，其实这是。这种辟邪的风水画，对，老鹰、公鸡，还有羽毛类的，就是鸟类，对，像那个喜鹊登枝啊，对还有一种彩色小鸟啊，对，等等的，这个其实是风水画，就针对就是昆虫的，或者是下蛊的邪气。对对对，所以到有开天眼的师傅呢。他就会看到跟你这个邪气它是个什么东西，我找一个关键东西能克它的，对症下药。对，你比如说你是有点就是蛇附体，或者蛇精在这捣乱，那通常呢，他就在家里头呢挂上2、3幅大公鸡图，其实公鸡也行，母鸡也行，知道吗？他要来去对应它，说这个还不行，挂个老鹰。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这个凶恶的一个这个动物类这个画像或雕像一定会有人去买呢？它有这个原因。它对治那个凶恶的邪气。对，就对治邪气的。
是，那如果对准了，你这个图像在那摆在那儿就会起作用。原来如此。是这样。那师傅，就是这个师姐，她现在佩戴着天珠，她就看不见这个男男女女来找她嘛？对，但是挡住了这样子就是代表他们之间姻缘已经了了吗？没有还是那只是说，就像你找了2个保镖来，这几个鬼呢打不过，我先躲在一边去，就是他们之间的怨恨并没有解掉。还要用方法呢来解这个怨恨。那是什么呢？通常呢，因为我们是佛弟子哈，我们通常就是在佛前供灯，靠佛菩萨的威德来解决这份怨气。就真正的把之间的这种怨气解掉，就不来找了。对。那佛菩萨对他的感应来说，然后慈悲啊、宽容啊，说不定他就接受到这个讯息。那这个出路太好了。对，那我们就去点灯做功德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呀。是。感恩师父。那师父，我们也给这个旧金山的妹师姐送一个吉祥的礼物好吗？好。好，送一个木头的手串哈，能够事事如意，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好，那师父接下来呢，也给带来一个来自于菩提禅修甲洞禅堂的一个师兄的故事我们也很有启发。他说：“师父好，我是陈明华，今年63岁，来自马来西亚甲洞。我的母亲呢，省吃俭用，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9个孩子。小的时候，我看见妈妈生病的时候，都舍不得花钱看病，我心中就默默许下愿望。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挣钱来报答母亲。然而，在我20岁那年，我在外地求学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母亲生病去世，年仅52岁。我也没有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更没有机会去报答她。这份遗憾成了我心里无法弥补的痛。尽管我十分思念母亲，却从来没有梦见过她。我想，或许是母亲不愿让我担忧，因此不来找我吧。到2022年清明节前，我第一次梦见了去世40年的母亲。梦里的场景让我惊恐万分。母亲痛苦地躺在泥水里，一动不动，脸上满是无助。我猛然惊醒，心里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一样，喘不过气来。往年清明我都会回老家祭祀母亲，但是因为疫情耽搁了2年。难道母亲的坟墓被水淹了吗？天亮以后，我立刻打电话给老家的哥哥，可是哥哥告诉我说，他每年都去给母亲扫墓祭祀，母亲的坟好好的，没有被水淹，让我放心。但是母子连心的直觉让我无法就这么放下。我让妻子去和老板请几天假，和我一起回老家看看。妻子去请假的时候呢，得知他的老板是金菩提宗师的弟子，老板建议我们去附近的菩提禅堂咨询一下，也许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于是我们来到了菩提禅修甲洞禅堂，当天正好有共修。共修中，我听到了金菩提宗师的开示。师父说，梦见亲人受苦，可能是他正在地狱受难，可以借佛力为他们点灯念佛做功德，祈请佛菩萨接引他们往生极乐世界。我顿时明白了梦境的意义。母亲在梦中的求助，并非来自现实世界的坟墓被水淹，而是她的灵魂在遭受折磨、无助而痛苦。于是我立刻在禅堂为母亲点了1年的超荐灯，并真诚地为母亲念佛。神奇的是，点灯以后，我胸闷的感觉瞬间消失了，心里变得很通畅，整个人轻松了很多。看到供灯的力量如此迅速，我决定每周都到禅堂去念佛，继续为母亲积功累德。到今年的1月份，我在念佛班为母亲念佛时，突然看到一个画面，
师父在禅堂讲课，而母亲就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我下课后去问老师，往生的人是否可以来禅堂听课呢？老师告诉我，因为我为母亲点灯做了功德，母亲受到了佛菩萨的护佑，所以是能够进入禅堂的，而且是能够听到师父的课程的。这真是天大的福气呢！哎呀，这个消息让我欢喜不已。我相信母亲一定去了好的地方。后来我听金菩提宗师讲解《地藏经》时说道，为去世的父母多做功德，让他们从六道轮回中解脱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孝。我感动得流下热泪。母亲往生了40年，却一直过得不好，而我终于有机会为母亲做功德，让她离苦得乐，做一个大孝的孩子。真正的大孝不是哭泣和自责，也不只有扫墓和祭拜，而是要为他们积功累德，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感恩金菩提宗师，让我这个不孝的孩子学会了尽孝的方法，了却了心中40多年的遗憾。这转变真好。对，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师兄心中的这份遗憾啊。他小的时候就有一份愿望，要给母亲尽孝，让母亲过上好的生活。可是母亲年纪轻轻就离世了哈，自己作为儿子都没能够在床前尽孝，更都没有送上一程，这是份遗憾的40多年积累下来。对，那所以就是当梦到母亲求助的时候，他更是恐惧不安呐哈。对，好在是有这个善缘引领到了禅堂，听到师父的开示，懂得了如何弥补的这样的方法，为母亲点灯念佛积功德。是，你看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尽孝，让母亲能够离苦得乐，往生善道，真好。这个我们挺受启发的，师父。是。好，师父，那我们也给这个马来西亚甲洞禅堂的陈明华师兄送一份礼物吧。好，感恩师父。好，送一幅几年前我书写的一个龙字画。哦，好漂亮。对，像飞上去一样。对，保佑师兄呢如意吉祥，长命百岁，好，笑口常开。感恩师父，太棒了。师父，就说到这个去世的父母哈，有一种信息带给这个子女哈，求助啊这样的哈。正好前2天我听到师父给一个学员咨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也是很有意思啊，也是第一次听到啊。那个学员呢，就是来找师父，他的舌头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在嘴里头动啊，他自己控制不了。对。然后呢，他就到他是韩国人嘛，他就到各大医院去检查，都做了核磁共振，什么检查都做了，人家医生都说什么病没有，但是他自己很苦恼。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那舌头还自己动啊，就会咬到舌头。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也是，他就舌头不受控制在动，让他发音都不清楚啊。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嘛，他很苦恼，来向师父咨询。然后我记得当时师父就是，闭上眼睛用天眼看了他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师父睁开眼睛就说：“我看到一片黑暗，然后看到一张人脸，还看到一条大河。”对，然后那个师父也问说：“就是你家祖先，尤其是父亲这一边的这个祖先哈，是不是安葬的时候啊，骨灰的这个安置，是怎么安置的呀？”哎呀，这师姐说了。我父亲50多年前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师姐才10几岁，很年轻啊。那个时候他们家乡的人哈，骨灰火化以后那个骨灰啊，全都撒到大河里。对，没有墓地，不用那个，不是入土为安葬的。然后我们听了都哇，好神奇啊！所以师父看到一条大河，原来是父亲的那个骨灰就是撒到大河里的。那这样师父就对上了，师父看到那个人脸就是他的父亲然后师父又看了一下说：“哎呦，这个父亲这个灵魂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对，因为呢他一直没有自己能够安置的一个地方，
他的灵魂就是在河的这一边嘛，可是他的老家就是家族的墓地在河的对岸，这个灵魂是过不去的，不能够认祖归宗，对，然后他也没有一个墓地哈，也没有被入土为安哈。所以他那个灵魂处于一个漂泊的状态，很可怜呐，就是在人家那个屋檐下，多的就是那种蜷缩在一个好小的角落里，就好像一个狗窝一样的。所以他又愤怒又不安又那个，就是那种，哎呀，师父想去安抚他都安抚不了，对。但是呢，师父也能明确的得到那个灵魂的信息，他很想有一个墓地，就比如说那种山坡上啊那样的哈，他希望是得到安葬的，对，那师父看到这些，那跟那个师姐也都一一验证了哈，对，然后师父就是指导这个师姐，就是说你看这个盂兰盆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个祭祀祖先哈，然后而且请这个佛菩萨，尤其是地藏王菩萨超度超荐这些亡魂最好的时候。然后你呢就是2个方面都要做。第一呢，我们民间祭祀的这一些一定要给你父亲呢去烧纸钱包括这个4季的衣服至少要3套，因为父亲什么都没有，对，还有一定要烧一个纸房子好一点的房子给父亲，至少让父亲的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不能让他再那样蜷缩在屋檐下狗窝的那种感觉太可怜了，所以他也愤怒对。然后那个师父还说，更重要的是你要给父亲点灯做功德，对，各项功德都要做，祈请佛菩萨引领他的灵魂，尤其是这个盂兰盆节的时候，地狱门大开呀引领这些灵魂能够往高处走最好能够到了东方极乐世界，对，这样才是永远的解脱。师父就是我觉得指导的特别好。那原来他这种奇怪的这个现象，他跟他的祖辈是相关的。没错，所以他这个舌头乱动，你有听过舌头乱动的？没有，没有吧？对，所以这个就是跟他的父亲的亡魂不安有这个联系对。对，那个师姐问了我这个，他舌头乱动，我现在还说到他的心脏。这个与心脏也有关系从健康来说从生理上来说，这样是合理的。因为心不安，心脏里面总是处于极度的紧张的状态。那这个心理的不安是不是也是父亲带过来的讯息呢？我认为是。你看，对，那你看，我觉得，哎呀，师父真的特别的神，然后看到这个这个根本的原因然后也给了师姐很好的出路。那我们希望师姐把他父亲的亡魂安顿好了之后自己也能够健康。那尤其盂兰盆节到了，现在正是个最好的时机去做这个祭祀。对，所以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让我们有这个启发？如果祖先或者是过世的父母没有安葬好，对我们这个后人带来很大的影响是直接血脉相承的嘛，所以他们什么事也会来找我们。是。好，那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陈明华师兄他为母亲做功德的这个还有师父咨询那一位师姐，她舌头能够动的这个，其实都是往生的父母来找到子女来求助来要更好的一个去处。那么现在正好赶到盂兰盆节呢，我再跟一些这一次新听到直播的网友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盂兰盆节所提供的祭祀项目还有功德项目。那么在我们的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呢，你一进来就可以看到盂兰盆节2025。那么呢，先介绍这个供灯的项目我们可以为累世的父母、为历代的祖先，还有为亲朋好友，就是往生的这些人都供一盏超荐灯，然后祈请佛菩萨接引他们往生东方极乐世界。那这个灯呢是18美金一盏，我们也可以呢尽我们的心意
为累世父母多点一些盏啊，或者是为某一位往生者多点一些盏，这样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功德，得到更好的接引。那这个时间呢，就是从你今天下订单呢，我们就上灯，一直点到农历的7月30，也就是阳历的9月21号圆满啊，早到早得。提早提交订单呢，那么上灯的时间就更长啊。那我们的历代祖先呐、累世父母啊、往生者啊，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功德。感恩师父这样一个慈悲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呢，也是菩提禅修呢在全球第一次推出了盂兰盆祭的祭祀套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这个套装里面呢，有比如说银宝山套装呢，就有银宝山一座。我们看这个图片很高的那么多的这个银元宝堆成一座山呢。还有地藏经一部，心经一部，还有银条10个，银元宝36个，莲花1朵，还有冥币5沓。那银宝山呢，就是给我们往生的亲人让他有小康的生活，衣食无忧，他们所需要的这些都什么都不缺少那金宝山套装呢，里边就是金宝山一座，然后也有地藏经、心经，然后是金条10个，金元宝36个，也有莲花和冥币那么它就象征着我们往生的那些亲人衣食丰足，富贵有余亡灵所需受用不尽，都用不完呐那金银宝山合在一起的这个套装呢，那就更全面了是这样。那它呢就象征着大富大贵，财富圆满，亡灵受用呢无穷无尽呐那这样呢，这些祭祀用品都给到我们的历代祖先或者是往生的亲人，他们就可以收到了，得到了这个祭奠。那里边那个莲花呀就象征着清净无染，象征着佛菩萨的慈悲接引让亡灵迅速得到解脱。里边的心经、地藏经呢，还寓意着佛光普照，让亡灵呢快速积累功德，福慧增长。你看多好呀！真的，对。就我觉得这样的组合非常的好，非常感恩师父。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历代祖先呐、往生的亲人呐，他们要有一些他们需要用的这些钱呐、这些宝山呐等等，这样呢，他们的这个世界会比较的富足衣食无忧。那这样的一个套餐呢，我们就依指着佛菩萨的微微功德，让这个亡灵可以得到吉祥圆满，让他们功德财富都增长，早日获得圆满的解脱，离苦得乐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老师，我替网友问一个问题要是我报名这个祭祀配套，是您会把这个银元宝这个宝山寄到我家里来吗？不用没有这么麻烦就是你只要做了这个功德呢，迎请了祭祀套装呢，菩提禅修学院都会把这些祭品供奉在佛前，然后一直到盂兰盆节的正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就是焚化掉了。这样呢，我们的往生者呀历代祖先、累世父母，就是你想给的那些亡灵，就都可以全都收到了。太好了，非常的方便。也收到了佛的祝福。对，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在9月6号的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订单提交上来，这样才能赶到这一份功德。好的，对，我一会儿直播圆满马上就报名。对，那我们的这些老网友还有我们的优质客户们都知道了对，还可以用菩提奖金。对，我们就可以以同样金额的这个钱呢，做更多的功德给我们的祖先。非常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很好。那师父接下来给您再带来一个故事，是一位多伦多的网友发来的，他名字叫周恒。他说：师父好，在7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当时在大厅内，我的座位刚好在冷气口下面，冷风吹在我的头上和脸上，感觉非常的寒冷和不舒服。等活动结束后，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左边的脸肌肉有点瘫软。晚上回家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的左眼角和左嘴角都向左边歪斜了，肌肉完全无法控制。第二天我赶紧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患上了面瘫了。我试过了很多的治疗方法，病情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我好沮丧，面瘫让我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出门见人也很自卑。在师姐的建议下，我开始每天走拔罐内功，坚持了2个多月之后呢，我的嘴眼歪斜有好转了一些，但是左脸肌肉还是硬邦邦的。每当我笑的时候，我的左脸表情就是很不自然，左边的眼睛也经常流眼泪。这种状况几乎每天都在困扰着我。直到2018年，我报名参加了师父在多伦多亲授的禅修课程。有一天在课堂上，师父做能量加持的时候，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幕景象。我站在海边钓鱼，钓起了一只大海龟，鱼钩正好勾住了大海龟嘴巴的左侧。我拉着鱼钩，它被迫慢慢爬上沙滩。大海龟看起来非常的疼，眼神也很哀怨。我知道它对我产生了怨恨之心。此刻，我终于明白造成我面瘫的因果了。我在禅堂赶紧为大海龟点灯，祈愿化解累世怨结，忏悔罪业，今后不再对众生有任何的伤害。从此，我每天就念佛，坚持不断。2年后，在一次跟随师父的网络念佛班念佛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只大海龟，它还是怒目对我，怀有怨气，不肯原谅我。我知道它还没有原谅我，于是我更加精进修行，继续向它忏悔着，把我在禅堂做义工的所有功德都回向给了这只海龟。这样日复一日，我一心念佛，诚心忏悔后，2022年禅堂举办盂兰盆节法会，我在念佛的时候又看见了这只海龟。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他终于示现给我看他很开心的样子了。我知道他终于原谅我了。而从那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左脸的肌肉不再僵硬，恢复正常，可以自然地做表情了。历经7年之久的面瘫，终于得到完全的恢复。我非常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慈悲加持护佑，因果真实不虚，我以后一定要善待万物。哎呀，师父，我听到这个还是挺高兴的。不管怎样，他终于解开了这个冤结呀，哈。对，历经7年也是值得的，不然的话，这个伤害还会越来越重呢。对，他这个面瘫呢，也是发生的很突然。对，然后这个情况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解释。后来他也是参加了课程之后，有一次在师父加持，才看到了这个因果造成他的这个面瘫的原因。是，对，通常就是出现面瘫，这面瘫的人的人数还挺多的，挺多的，不会想象中说和一只海龟有关系。是，但是你说是没有关系吧？他在修行之后，他就看到了，没错，并且修了7年之后，是的，那他看到海龟示现出来，不愤怒了。后来最后不愤怒了，这是和解了，真是快乐的，原谅的这种感觉，太好了。那他的脸呢也好了。对，你不能说这没有关系吧？是，这其实很有关系。是，刚好他勾住的是那个海龟的左侧。对，对，然后他的也是左脸就有这个面瘫，他左脸就僵化了。是。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前面旧金山禅堂妹师姐那个故事，不是当时香可还问师父说，那5、6个那个邪灵跟着他，跟他是有因缘吗？然后师父说可能是有，但是因为我们就不像这个周恒师姐，人家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就看到了，对不对？对，我觉得一定是有这个因缘的。对，那周恒师姐很好，她真的彻底的给解开了这个冤结啊。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师父。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大灾大病、大难之类的哈，它都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对，只是说我们的智商能力是有限，可能看不到前世今生的因果关系。是。
是，哎，所以就不知道说，就总以为说我这就是一种病。对，其实有很多称为病，但是这个有一个更长久的病因。真的，所以一些朋友就会说，那这个海龟就算是你把它给叼上来，给杀了，给吃了，就有这么大的因果吗？我们这一生吃过多少动物？那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这一生一个人吃过多少动物？数不过来呀。那都用这个因果关系的话，那是不是很多人也都是最后都是病歪歪的，很痛苦呢？确实。事实上是啊。对呀。就很多人病得很重啊。对。到这个病苦受够之后才去死亡。是的。对。那这个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周恒的故事，周恒这个多伦多的故事，你看他通过修行，就把这样一个恶缘给解开了，对，化解了。哎呀，通过修行做功德，最后7年之后，海龟也原谅了他，是他的病自动就康复了。对，所以他这个病痛和另外这只海龟对他的憎恨有关系。是的，对。师父，那我们也送给多伦多禅堂周恒师姐一份礼物吧。好，他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海龟的故事。好，好，送他一串，我看有点像小叶紫檀的哈，还有一个念珠哈，希望能够保佑你，健康长寿，收到，如意吉祥，收到，笑口常开啊，感恩师父，那师父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因为周恒师姐她在禅修的时候，她看到是这个海龟跟她有这个缘分，所以才造成她的病嘛。对。但是像其他人，如果说他没有那么清晰的看到，说怎么造成他现在的不幸或者疾病，他要怎么就是去做这份功德呢？这个很难说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总是一些很有缘的人才能看到。还更多的人的话，所以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更多的人可能看不到，看不到，别说做功德了，他啥都不懂，该吃继续吃，继续做，该不该吃他就继续去吃去做，所以只能是有很多时候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教化嘛。是。对。那就是已经听过我们这一篇今天的这个内容哈，觉得自己心中有所顾忌的人呢，但是也不知道你之前吃了谁杀了谁这种伤害过这个因果关系哈，一个是你可以去禅堂咨询，那么第二个的话呢，也可以说就算是不需要咨询的话，为自己前世今生所伤害过的一切众生，为他们点灯超度。对，是有必要的。对，所以你看，今年我们推出的这个盂兰盆节超荐灯的，就是2类嘛，哈。对，一类是给往生者呀，累世父母、历代祖先呢，那个是就是直接请佛菩萨接引他们往生东方极乐世界的超荐灯。还有一类就是给冤亲债主跟英灵这样的跟我们有欠债关系的给他们这个叫消灾解怨超荐灯。对，专门就是师父就这样的一个意图一个慈悲的心愿在里面解开这个冤结。对，这样然后他们还被佛菩萨再给超荐走了。对，好地方了。有时候人就是做的这个错误的事情有时候是给自家人，对吧？比如说你的未出生的子女，就是所谓的婴灵。对就是怀胎的孩子那么还有的呢，其实和你的这个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之类的，这样的2、3辈之间，在世的时候有一些没有解开的一些心结，形成了恩怨。对所以有些老人就是到走的时候呢，他可能觉得对子女，觉得我们就断掉以后我们之间的这个情缘吧。哎呀，也是有这样的。所以之前我就讲过，有些老人不一定都这么想有些老人说，为了断开这个情缘，说我死了
也不劳驾你们来祭祀我了，对，你就忘记我吧，是就当我不存在过。是，所以把我的骨灰扔海里，扔河里，嗯或随便扔土地里都可以，至少也是一杯肥料，是吧？让我回归自然吧。哎，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呢，心中有很多除了失望之外的一种怨气在里头。是的，啊，可能死之前因为有这个怨气，所以做了这种说法。但是之后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如果在那边真的很受苦的话，他就会来找你来了。对，后代还是过不好。对，他前头这个舌头乱动的世界，对，对吧？是的，那他那个问题，我说这个从这个医学来说的话，舌头是开窍于心呢，是你的心被牵动。但是呢，你的智慧有限，所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还到时候检查，查了医生说没有病。是，那在里头无缘无故的随时乱动哈，挺恐怖的。对，就像一个自己有了灵魂的舌头，在那在胡搅。那如果表现在心脏呢？如果舌头不动，是心脏动呢，就变成心绞痛，对呀，或者就没有命了。那这个和父亲不祭祀父亲，给他扔河里去，有没有关系呢？有，我觉得有，因为你变成说把父亲的骨灰扔河里头一了百了，因为连个墓碑连个牌儿都没有。像南方人、台湾人那边还会做一个牌儿哈，啊，这个叫什么神位之类的哈，哎，这是还至少在家里也可以祭祀。这个呢，我们这个中国北方人在韩国以少数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嗨，祭祀什么呀，一了百了，等哪一天死的，哪一天扔的骨灰都不知道，早忘记了。对对，哎，那还会祭祀吗？不会呀，那父母养你的话，那个真是叫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是吧？从你从小，从未出生就开始伺候你，一直到伺候到老人自己死亡为止，是，甚至他灵魂还惦记着你，对不对？哎，他死了之后，你有过一份怀念吗？有带着孩子一起说我们来回忆一下爷爷奶奶或者父母亲的好处啊，都没有，更谈不上他周年的时候祭祀、清明节的祭祀，是吧？盂兰盆节的功德都没有想过，所以自己一边深受的痛苦的折磨，自己觉得也没有受到道德的谴责，就觉得我是正常的，我得病就是得了病，就让你搅得你啊，其实身心不安。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师姐这个舌头乱动与父亲深受折磨有着一些关系。对，好在师父指导了师姐哈，如何改变这个情况。对，而且还是盂兰盆节，那个师姐可得好好给好的做功德，对，点灯做功德，还有祭祀。得把这个50多年的这个欠债得还上啊！哎呀，父亲不容易呀。是。所以我们就今年呢，就准备这些，祭祀套装。对，祭祀套装，方便大家呢能够怀念祖先。还有呢，这个别忘记冤亲债主。是的。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无知造成的伤害。比如说我钓了一只乌龟也好，今天我饿了，正好有一只鱼在那游，是吧？我一棍子砸下去，拿块网捞上来，是吧？煮一煮，烤一烤，吃了。你觉得我饿？很多人说，因为我需要，所以我吃它拿它就是合理，其实并不是。它也是个生命。对。所以就是说，只是我们做了错事而不知道，所以就觉得我没事。因此很多人，当有这个业报来的时候，很多人自己就会说，我没有伤天害理呀，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呢。其实不然，很多时候你通过为了让自己活着，其实也让很多动物死掉。是。你为了让自己获得的更多，所以让别人得到的更少。对。哪怕是你的一份期望得到的喜悦也是这样子。我踩低了我的兄弟姐妹，我踩低了我的同事和同学，
把这种荣誉和利益让自己得到。所以呢，你已经伤天害理，已经造了罪业，只是因为无知，所以不自知。因为无知，所以糊涂；因为无知，所以伤害。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做功德的方便哈。是的。对，就希望你呢用这个，你只是有一点发心，我们帮你来做，让你呢能够有一份感恩心，感恩父母长辈对于我们的养育之恩。是。因此呢，你要祭祀。清明节啊，盂兰盆啊，这是要祭祀哈。甚至很多地方还是连春节的时候，连这个祖先长辈都要祭祀一下。是的。像我们家乡的话，就大年30的下午就去祭祀。这个像中国每个地区不一样。但是春节的时候都会祭祀的。所以这次呢，给大家给这个方便。就是让你呢，做人呢学着有一份感恩心。这人中就分3种哈，有一种他有感恩心，有一种呢也有，但是不深。比如长辈去世了1、2个月就忘得干干净净，啥事儿没有。这个好处是呢，不会影响健康问题，是吧？就是很快就从这个痛苦之中解脱了。那么第3种呢，就是死了就死了，反正一了百了。这个忌日也忘去，恩情早也忘去。比如讲到长辈父母恩情的时候，有时候家里人就会说，活着的人不要总提阴间的事情，怎样不要提去世的人的事情。为了吉祥起见，说不要提这些事儿，这样我们就能够家庭里头是平安吉祥的。其实不是，当越是无情无义，那这个病痛和灾难就找上门来。越是无情无义，因为我们的无情无义，使得长辈往生者临走的时候，最后说，既然你们都这么无情无义，咱们就断绝今后的这份情和爱吧。所以把我的骨灰扔海里、扔河里、随便扔风里，就让它消失，你也不用祭祀我，我们从此就没了这份恩情。你能够祭祀，是因为有这份恩情。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份恩情，所以才怀念，才祭祀。因为感恩这份恩情，常常想起这份恩情，才让你活得幸福。有时候就是你回忆你曾经和父母长辈一起的幸福感哈，在回忆这个幸福感的时候，就是一种自我治疗、自我疗愈、自我获得健康。是的。对。最麻烦的是无情无义，是吧？一了百了，从不祭祀。坏处是，就是你今天不祭祀你的父母长辈，当你老了之后，你的孩子可能在你没有死已经把你忘却了。所以到今天有很多父母病了之后，子女跑光光啊，有子女，但是形同于无子女。对，没对吧？人理了。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老光棍，没有子女，到死的时候你是早有心理准备，对不对？对。不会有所奢求。是。可是你有几个子女，子女就是不理你。如果要理你，说看在你给我钱的份上我才来。这个时候其实人更伤感，对不对？对，心里多苦啊。所以很多长辈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断绝姻缘。是。感恩师父教导我们，真的是要感恩祖先、感恩父母，这一份感恩之心哈，就是这种人间的情谊、这种爱哈，这样才让我们的生命有意思，然后也让我们的后代才能更好。真的是。对，人生一世哈，其实充满着爱，是吧？对。自己被爱，也去爱自己的家人呐，多幸福呀！是爱这个世界呀，再广泛爱这个世界一草一木啊，是这份爱其实让你幸福。对。当这个人这一生哈，你可以有钱，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是人觉得像一个
木头一样，对，啊没意思，这叫为富不仁啊，麻木不仁，麻木不仁，冷血动物，对，是吧？大家就会冠以这个名字。是但是其实这样的人呢，自己活着并没有幸福感。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有爱的人，还有一个既然有爱的话，就懂得父母、长辈、亲人带给我们的爱哈。对，我们要有这份感恩心。所以呢，父母、长辈或亲人一旦离开我们之后，我们时常还会怀念。对，但是关键时刻呢，还要去祭祀、对，祭拜，为他们做功德，是吧？凡是你看，如果是佛教信仰者呢，这个父母亲人会要离世的时候，自己和请朋友、对，亲戚，对，甚至出家师父来超度和念佛。是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哈，是一个非常真诚的这个感恩的一个过程。对，《地藏经》中也是这样记载的呀，也是这样教导的。对，父母也解脱了，其实你也解脱。对，你的解脱是什么样？你不会被那份莫名的一种苦给折磨，是你不会因为父母对你的那种叫做失望而产生的一丝的恨意，对，让你痛不欲生。是的，所以师姐的舌头为什么一直被揪心的绞着乱跑呢？对呀在嘴里头，是吧？因为舌头就是你的心，对，对吧？你的心和那个灵绑在一起的。你的父亲在那面受苦，你一样在这面也受苦。对，那未来的你还会继续受苦。哎呀，师姐赶紧还呐，赶紧做功德，弥补上这一个缺憾。这件事指的是这个人，我说给大家的时候，是告诉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感恩心。因为感恩，所以爱；因为感恩，所以我要祭祀；因为感恩，我要对我的亲人做功德。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无明，所以伤害。对不对？对。无明的话，就对其他众生的伤害。是。今天炖了一只鸡，明天啃了一只鸭，都是一个伤害。其实你要了人家的命呢，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海龟这件事的时候，是。就有个小师姐就说了：“师父，我有个问题，就是一只海龟嘛，弄死一只海龟完了之后，怎么我忏悔7年的话，你说让人家忏悔了7年的话，怎么他拖了7年才好呢？这么长时间啊！我就用人来比喻说你杀了个人，对不对？就算比如说你的亲人被杀了，可是杀人犯被判了7年，那我可不干呢，师父。你同意吗？不同意，对不对？对。说死人不能复生，但至少得枪毙他，对不对？是，终身监禁呢，得。按照就是不枪毙人的这个刑法来说的话，至少也是终身监禁。对呀。对吧？无期徒刑。这个才是合理的，要不解人家的恨呢。就是。都说以命还命嘛。对，所以你杀了对方，甚至杀了对方不止一个。比如你开杀猪场、什么养鸡场等等的，那每天要杀多少？对，都数不过来了。之后说，今天你得了个肝癌，痛苦了一下，最后说我做这么多功德，我怎么肝癌还不好啊？你杀了多少众生啊？对不对？你就是将心比心呢。完了说是一只海龟就无所谓，要是你孩子呢？是真的。对，所以一定要换位思考。所以呢，我们因为无明造成的伤害其实也是巨大的。是。还有所有的罪过和功德，结果呢返还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叫反噬的时候最少放大了10000倍。哎呀，真可怕。所以人家让你痛了7年的都是很少的了。对。最后海龟都微笑的都原谅了，人家多宽容呀。所以呢，这个原谅来自于佛菩萨的加持。是。如果就是你和他找一个普通的巫师对话，解决不了问题。对，我饶不了你。对，所以在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光明的照耀下，才乌龟呢也在学着，对，一个是往上升华学着放下，你看，学着宽容，对，才原谅了你。那否则的话，你不但说你那个面瘫好不了，到全瘫再瘫几年，完事再去世，太可怕了，真麻烦吧？太可怕了。
他这个病太常见了呀，对呀，你还好了多少面谈根本好不了的。是，嗯所以你看，就是在佛前做功德，求佛菩萨的这个消灾解难哈，解开冤结，多么的有效哈，对这是最好的出路了。是，对，借佛菩萨的慈悲威德之力啊，对，来利益众生，化解灾难，我们才能够如愿吉祥啊。感恩师父的教导，太好了。好，那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听到师父的这些教导哈，我们学到了很多啊。那也想请师父加持一下，在语树房上赞助网络弘法的这一些发心人士。好的，佛菩萨一定会保佑在语树房发心赞助我们进行网络这个弘法的道场啊。祝愿所有的这个支持者、赞助者呢，事事如意，收到，成就愿望，收到，全家幸福，收到，大富大贵，收到，未来往生东方琉璃净土，收到，感恩师父。好，那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期的直播，是亚洲台北时间2025年8月24号晚上5点，韩国时间是晚上6点。那北美温哥华时间是2025年8月24号凌晨2点。到时候我们再参加直播跟师父学习。好，好，祝福大家吉祥如意，收到。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